Hello， 友友们，我最近用徕卡版小米17 Ultra 当主力机用了几天，跑了3个城市，日常随手拍我都觉得很好看，所以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它的影像体验跟日常使用体验。这期视频就是真实体验，木有广告，那就先求个3连吧。我想先说一下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的这个镜头变焦环松动的问题。看到之后呢，我也去看了我的索尼 GM 镜头的变焦环，去按它也是会有声音跟晃动的感觉。虽然不是每个镜头都会这样，但这就是物理结构决定了的，必然是要有空间才可以转呀。我日常用它的时候都觉得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现在手机嘛都打快板，打快板的那个声音就会掩盖掉那个所谓的镜头环松动的声音，你正常转动的时候呢是感受不到啥的。所以我在没有听到网上有人说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都没有意识到我这台也是有这个问题存在的。在我看来，它有新鲜感，能用就足够了，总不能真的要求手机上的跟相机镜头上一样吧？那相机主要就是通过这个转动去改变焦段，手机上又不是，这本来也是形式大于实用的一个功能而已。我也去线下店看了，展示的机器也是松动的，我估计这个徕卡版本都是这样的，应该是不存在抽奖这一说，顶多就是可能个别会比较明显。所以很介意的友友可以考虑普通版，或者先去线下看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，不然花这么多钱买回来还闹心就没必要了。好了，我们还是说回来关于这个徕卡版手机的体验，虽然很徕卡，但是也是手机我最开始上手的时候就很意外，会有一种这真的是 Ultra 吗那种疑问。手感嘛整体就非常好，我是从 X9 Pro 那里换过来的，小米的宽高就略微多一点点，所以就没啥不习惯的。但是带壳嘛还是会觉得有点宽，单手用肯定是不如小屏手机那么好操作的。这次的镜头模组没有那么大了，也不是特别的突出，重量分布也特别好，没啥头重脚轻的感觉。正面是直屏，背面是素皮拼玻纤，加上这个显眼的可乐标还是挺好看的。中框过渡也是有微微的弧度，不会割手，但是逻辑使用嘛还是会有存在感的。这个徕卡版还有刻字和雕刻的拱花设计，跟相机转盘上的一样，可以防滑，也跟错夹刀有点相似，没事可以抠2下。还有我比较喜欢这次的音量按键改成小圆点了，复古好看还好用。长条形我有时候截图嘛，或者是盲调音量的时候呢，就会有过按错的情况，这个圆点的嘛就不会。它的发热控制也还是不错的，只是在长时间重度拍摄的时候呢，还是会有温热感。它用的是6800毫安时的电池，日常是够的，就是高强度用下来嘛，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够用。因为我是从7500毫安时换过来的，会有明显的感知。不得不说，大电池还是更有安全感一些的。另外用小米觉得会比较头痛的就是系统了吧，但这次我换机过来日常使用的时候呢，还是觉得挺流畅的，也没有遇到过什么太多的 bug， 只是偶尔嘛会有一些小卡顿啥的。家里有其他小米产品的，用起来也会很方便。像洗衣机、电饭煲这种接触之后呢，就会有动画弹出，而不只是通知。其他的我也没啥感觉了，咱们还是来看主要的相机部分。它的变焦环转动是有马达震感的，反馈还不错。它这个也不只是变焦，打开设置就能看到这个大师变焦环，有启动设置和功能震感都可以修改，是设计了来回快速转动才可以打开相机的，这样也挺好的，可以防止误触嘛。也能设置打开就拍摄，就不用摄影手柄嘛，也能快拍了，就是打开到拍摄一张照片的时间嘛，没有特别快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自定义功能里面，我感觉除了变焦，拍照的时候改成EV也很不错。原本是需要点击屏幕，然后再拉曝光，或者是点击EV再调节，现在拿手机直接戳这个变焦环就很方便了。喜欢拍横构图的这个变焦会比较实用，可以左手一边变焦，右手立马拍摄。毕竟横着拿的时候嘛，这个缩放就没有那么顺手了。但我这几天用下来，还是感觉这个变焦环的面积有点太小了，并没有那么好操作。带上它的手机壳嘛，会增大这个面积，但是手机壳上的圈更松，还不如裸机的体验好。反正我还是觉得，除开这个仪式感，大多数人应该是新鲜劲儿过了之后呢，就不会常用这个了。这个镜头环其实也有点代替拍照按键那个意思了，最终嘛，应该也就是很少人用。归根结底，不管是变焦还是啥，在屏幕上操作才是目前最符合手机拍摄的直觉。好了，说了这么多，咱们还是来看看实际的效果吧。咱们硬件先过一下参数，徕卡版的水印也给到了更多的选择，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独占的黑框徕卡，经典又好看。下面的颜色是徕卡红色和橙色，像是对应了2个品牌的主色调，特别适合极简的照片，加上去好像都有大片的感觉了。正常模式拍摄都是有13个徕卡滤镜可以用的，每一个都有对比和适用的场景介绍，我随便用了一些，日常用的效果都还挺好的，不会存在啥滤镜用不了的情况。这次的长焦是75毫米到100毫米，都是光学变焦了，这个区间拍摄嘛可以不用卡焦段了，可以随便变焦，也不会出现比较糊的情况。100毫米的照片细节都还是挺好的，我是觉得2个镜头用1个底的方案还是挺不错的，比给个小底的镜头来得更好一些。它数码变焦到200毫米的效果都有很好的细节呈现，人像的效果是有很大的改变，在皮肤的算法上会更加自然好看了，不会发黄和假白，在不同场景的光线下也是呈现该有的颜色。另外它的发色细节也照顾得很好，不会有什么很假的虚化了，就偶尔还是会拍糊的感觉。主摄拍的人像嘛，看着也是没有长焦的效果那么好。自拍也是很高清的，美颜算法都是很自然，不会假假的。皮肤上的毛孔细节也是有保留的，夜景的效果倒是让我很惊讶，算法很强，我录了一下过程给你们看一下。
算得很准确很好，而且算的过程挺快的，不愧是有过夜神的称号。夜晚的色彩还原细节都呈现得特别好，黑的地方也不会死黑，高光嘛也不会过曝。这次小米压高光是真的有一手 ，Lofix 的技术也是真的很有用。2亿像素模块下依旧也是可以直接用全套的徕卡滤镜，恒温焦段是75到100毫米，放大看细节不错，当然这个成片时间嘛也不短。再说我最喜欢的徕卡一瞬，这个模式下的快门可以自定义，改完之后呢更有相机的感觉，仪式感是拉满了。最主要的是多了这2个滤镜，是真的挺好看的。像模拟 M9 这个日常随手拍都很有氛围感。就我拧变焦环雾拍的窗帘，这个颜色影调加上水印，我都觉得很好看，很有感觉。还有我在家随手拍猫，它这个毛发细节都很清晰，放大看也不是数码味，是真的很有光学感。这个系列整体是有一些偏暖调的高饱和的感觉，色彩调得很浓郁，但也不会觉得太过于艳丽，一眼好看，但是也很耐看。要是喜欢黑白扫街的，这个 M3 也很出片，高对比的黑白色影调，细看还有胶片的颗粒感存在，确实是很复古、很高级的黑白色调，乱拍都有种我是大叔的错觉了。这2个说是滤镜，但也不仅仅是加个滤镜，其实在影调上跟普通模式拍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，色彩浓郁嘛，但不会夸张，完全没有什么锐化感。不说的话，真的不觉得像是手机拍的，反而就是这次的徕卡自然，我感觉拍实物没有那么有食欲好看了。对比徕卡一瞬里面的 M9 预设滤镜就可以看出来，正常拍的颜色比较淡，整体的影调比较平，亮度也会高一些。相机最左边还有个实况运镜，就是比较火的一些运镜方式，做了个模板在这里，可以直接套用，就是开拍之后可以自动变焦，范围也是可以选择的。视频拍摄里面有多场景 ，Lofix 也是可以在这里选择开启的，能拍4K 120的杜比世界。用徕卡滤镜的话，只能默认拍1080p 30帧。我拍了一下，感觉它这个长焦的稳定性还是不错，清晰度也 OK， 就是这个变焦卡顿嘛还是有点明显。整体的效果嘛，不过也还是可以了，在这种类似舞台环境下拍出来，清晰度还是算很好的。对了，小米相册能编辑的选项也很多，从影调、颜色、细节分了3个板块，有20多种可调选项，感觉都是往专业后期软件在靠近了。但是拍摄时候用的徕卡滤镜后期就无法更改了，拍完之后只能叠加滤镜，而不是替换掉原本的滤镜，所以拍的时候用了风格明显的滤镜，后期可能就不好调了。这个也是希望小米后面能改一改，也建议你们拍的时候可以用这个默认的 STD， 就是比较自然的效果，后期再去看哪个滤镜好用就用哪个。徕卡一瞬拍完的照片在相册里面也有个小标志，能一眼看出来，还可以2次优化。优化后主要是颜色、影调、细节上的改变。最后简单跟大家对比一下徕卡版和普通版的区别。徕卡版贵了500块钱，主要区别就是在外观设计，还多了个卫星通信徕卡一瞬的模式，还有2个主题，独占了徕卡水印和徕卡滤镜。其实就很明显，对徕卡有信仰加持、爱拍照的，我相信不用多说，应该会直接冲这个徕卡版本。但如果你的预算本来就有限，对于外观跟这个多的滤镜兴趣不大的话，那普通版的 Ultra 也会更加实在。变焦环大概就是在新鲜感过了之后呢，就不会咋用了。这次的凸起控制也还不错嘛，所以真在手机上去变焦肯定是不如相机镜头上那样好操作的。镜头上的变焦环做的都不窄，也是有原因的。还有它这个硬件设计是会有缝隙存在的，防尘防水嘛，可能会没有17 Ultra 普通版那么好，难免会有损坏维修的风险。所以有这种顾虑的友友，直接选择17 Ultra 普通版就好了，也够用了。想一想，主要就是缺了一些滤镜、水印跟新鲜的外观设计嘛，而且线下的价格可能会差的更多。但我个人买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加500块钱上这个徕卡版，因为这次定制的水印跟滤镜我都觉得挺好看的，在外观上这个可乐标加持的含金量也不用多说了。虽然定制的主题跟卫星通信我不在意，但是光其他的嘛，我就觉得够值500了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聊到这里吧，希望能对感兴趣的友友有帮助。这是今年最后一个视频啦，在2025年的最后，祝你们每天都开心，也祝愿你们2026顺顺利利发点小财。咱们明年再见，拜拜。